婆婆总是在关键时刻生病，我准备出门参加公司重要投标，她要死要活地喊头痛，放弃工作送她到医院。她眨眨眼说现在又不痛了。我踩在婆婆偷偷扔掉的药丸上摔倒，感觉下体有液体流出，叫老公送我去医院。她说婆婆刚刚闹牙痛，要送她，叫我别作怪。最后我大出血，带着还没成型的胎儿死去。再睁眼回到公司投标那天，婆婆又开始干嚎，爱装病是吧？那就让你病个够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哎呦，丹丹，我头好痛，痛死我了，快送我去医院。听到婆婆与前世一模一样夸张的嚎叫，我知道我重生了。啊，妈，你怎么了？快让我看看！我喊得比她更大声，然后迅速出手扇了她2个大耳刮子。你……婆婆震惊地说不出话。我满脸着急，关心地问婆婆：“你能感觉到痛不？听说老年人最容易得脑梗和中风，症状就是半边身体麻木，没有感觉。”婆婆被打得眼泪都出来了，捂着迅速肿起来的脸，没好气地说：“当然能感觉到，痛死了，你也不说轻点。”哼！我那2巴掌带着前世的恨，用尽了全身力气。她之前说头痛不一定是真的，现在脸痛肯定是真的了。我抚着胸口，假装松了一口气。对不起婆婆，我也是太关心你，太着急了。但头痛不是小事，咱还是要去医院好好检查检查，万一是脑瘤什么的，也好早做准备。对，我也觉得要去医院看看，咱快走吧。婆婆连连点头，毕竟她装病就是为了拖着我，不让我去参加公司的竞标。等一下，说着，我敲响卫生间的门。刘振东，别拉了，妈可能得脑瘤了，要赶紧送医院。亲妈生病，儿子不在怎么行？刘振东是个孝顺儿子，听到后立马提着裤子跑出来。婆婆听说儿子也去，不干了，东东要上班，别耽误了工作，单单一个人送我就行。所以说婆婆永远不是妈，儿子的工作不能耽误，儿媳就无所谓。可是凭什么？妈，振东就你一个亲人了，这么大的事怎么能缺席呢？万一你有个3长2短，万一没见到你最后一面，他要遗憾终生啊！我故意夸大后果，还假装抹了抹眼泪。刘振东被我吓着了，说什么也要跟着去。婆婆这个时候有点犹豫了，好像不那么痛了，应该没事。要不东东去上班，丹丹在家陪我，有事再去医院。不行，妈，小病也不能忍，什么事都没有你的健康重要。我不同意，催着刘振东去开车。今天这个医院非去不可。婆婆拗不过她儿子，被架上了车。刘振东负责开车，到了医院又去排队挂号。我趁机跟项目助理连上视频，开始远程参与投标。这也是我必须让刘振东来的原因之一。我要腾出手处理工作，我牵头负责着公司未来5年最大项目的竞标方案。老板承诺中标后提拔我当副总经理。我前后忙了半年多，经常通宵加班，方案绝对没问题。只是上次我临时缺席，团队其他人没我熟悉情况，一下子慌了神，才导致落标。老板骂我没有职业道德，将我开除了。我当时也没有怪婆婆，只怪自己运气不好。但是后来好不容易有了几次面试机会，婆婆又正巧病了，不是肚子痛就是腰痛，一副要死不活的样子，逼我送她去医院。到医院却又摇头说没事了。终于我明白了，她是在装病。她之前就经常在我面前说职业女性的坏话，说
女人不能太强势，要温柔贤淑，事事以家庭和男人为先，还让我辞职回家做家庭主妇，照顾他和他儿子。我听了只当是个笑话。我一个985名校毕业的硕士，在公司打拼了5年，马上要升高管了，年薪几十万。他儿子只是个小厂的车间主任，工资4、5千，怎么养得起全家？他这一套套的手段都是为了阻止我事业发展，想让我失去工作，把我拖在家里，没有收入来源，做什么事都要向他和刘振东请示报告，他就可以像古代老太太那样高高在上，衣来伸手，饭来张口，甚至对我动辄打骂。前世失业那段日子，他让我每顿饭做8菜1汤，但是一天的生活费不能超过30元，还把脏衣服都扔给我，让我手洗，包括他和刘振东的内衣内裤。我稍稍反抗一下，他就捂着头说被气得头疼。刘振东总是向着他妈跟我吵架，骂我不孝。我攒够了失望，准备离婚，却踩到婆婆偷偷扔掉的药丸，狠狠摔在地上，肚子传来一阵阵撕裂般的剧痛，下体有液体流出。想到这个月迟迟未到的大姨妈，我赶紧喊刘振东，让他送我去医院。他扶着婆婆走过来，说他被我气得牙疼，要送她去医院。我身体壮得像头牛，就别作怪了。他走得决绝，我一个人躺在冰冷的地板上，摔得站不起来了，只能挣扎着慢慢爬向卧室，想拿手机打120，10来米的距离，对我却像几万里那么遥远。下体的血越流越多，终于力竭倒在血泊中，在无尽的绝望中失去生命。这一世，我绝不会让旧事重演，提前安抚好了伙伴们的情绪。而且我还清楚对手公司的方案前世落标后打听到的。诊室里，医生一番望闻问切后说婆婆没什么问题，脉搏规律有力，比很多年轻人还健康。我不相信，可是婆婆刚刚头痛得快死了的样子，你都不做检查，怎么知道没问题？医生见我质疑他的专业性，不高兴了。那你想做什么检查？当然是做最好的，所有检查都做一遍，检查清楚。我们可不是那些不孝子孙，舍不得给老人花钱，对吧，老公？我看着刘振东说。刘振东见我这么懂事，赞赏的点点头，对，给我妈用最好的。就这样，婆婆把核磁共振、派特 CT、彩超等各种检查做了个遍，还抽了10几管血。现在不光脸疼，手也疼了。我专门给她选了个最年轻的护士，扎了5次才成功。感谢她，为护士技术进步做了贡献。检查结果出来后，找医生开药，我也是一样的说辞，怎么可能没毛病？必须开药，还要最全、最好、最贵的。然后喜货中药西药几大包。走出医院的时候，婆婆和刘振东心都在滴血。婆婆心知肚明自己没病，这上万块的检查费和药费都白花了，而且花的是她儿子的钱，也就等于是他的钱。交钱的时候，刘振东说刷我的卡，我恨不得掐死这俩害死我的凶手。怎么可能把自己辛辛苦苦打工的血汗钱花在死老太婆身上？先假装答应，但不小心输错了3次密码，卡被冻结了，没办法，只能用刘振东的。他本来工资就低，还要抽烟喝酒打牌，好不容易才存上1万块钱，一朝回到解放前，自然心痛了。看到他们不好受，我就开心了。我就是故意的，让他们尝尝装病的代价，而这只是开始。回家后，我在最贵的海鲜酒楼点了一大桌以前舍不得吃的高档海鲜外卖。前世想着刘振东工资低，我要多存钱，为以后养小宝宝做准备。
舍不得吃，舍不得喝，结果存的钱都留给了害死我的凶手。现在有机会重来，当然是自己开心最重要，尤其是看到老太婆伤心，就更开心了。婆婆看到一桌子海鲜，皱起眉头：“陈丹丹，你这日子不过了吗？这么多海鲜得花多少钱？谁养得起你这样的女人？”我故意讨好地说：“婆婆，我是看你今天抽了那么多血，特意点来给你好好补补的。离婚是必须的，但我还没想好怎样维护自己的利益，不让刘振东占便宜。现在先演戏稳住他们，也没有告诉他们公司中标，我马上要升职的消息。”刘振东见我这么孝顺，而且又没花他的钱，就劝他妈别生气了，坐下好好吃饭。作为一个孝顺的儿媳，我立刻倒好水，提醒婆婆先吃药。各种花花绿绿的药片、药丸、胶囊一大堆，婆婆喝了一大碗水才把药吃完。这时候我已经干了5只大闸蟹、8个鲍鱼、10只大虾和1条东星斑了。婆婆刚拿起筷子准备夹菜，就打了个饱嗝。吃药都吃饱了，只能流着口水，怨念地看着我享受一大桌美味海鲜。后面几天，只要我在家，她就只能看着我吃各种好吃的。她馋得受不了，说自己好了，不用吃药了。我说：“那怎么行呢？一定要遵医嘱，不然复发后更严重。不能因为嘴馋就不吃药，而且那些药多贵啊，是不是啊，老公？”刘振东连连点头：“妈，你就忍忍吧，等病好了再吃好的。花的是他的钱，浪费了他最心痛。”1周后的晚上，我刚进门，婆婆就跑过来兴奋地说：“丹丹，我要吃完了，今晚吃海鲜还是山珍？”我垂头叹气：“哎，都没有。我被公司开除了，没钱也没胃口，你自己下点面吃吧。”“啊，我专门留着肚子呢，咋回事啊？丹丹，那你是不是以后就不工作了？”婆婆在我身后念叨不停：“别说了，就是因为那天你头痛，非要喊我送你去医院，耽误了工作，都怪你。”我突然转身在婆婆耳旁大吼，把她吓了一跳。其实我算着她要吃完药了，提前在饭店吃了饭再回来的。我挣的钱不会再白白给他们花。刘振东回来后就被婆婆拉到一边嘀咕了半天，然后刘振东就摆起了大爷的谱，说我既然没工作了，就好好在家伺候他和他妈，尤其是他这个家里的顶梁柱，每天必须有半斤白酒和牛肉。我又不挣钱，吃点素菜就行了，还让我赶紧去给他打水洗脚。我可不惯这臭脾气，端起刚刚泡完脚的水，一滴不剩，全泼到他身上。“好啊，我不光给你洗脚，还给你洗手洗头，洗你这张臭嘴。”刘振东没想到平时温柔体贴的我会突然爆发，被淋得全身湿透，气得跳起来指着我骂：“你敢泼我？你这个泼妇！我可是一家之主，你这个不下蛋的鸡！你没工作没儿子，就是一个没人要的烂货，下半辈子只能靠我，什么都要听我的。”尽管心里已经对他不抱期待了，这句话还是让我心针扎似的疼。我研究生时就跟刘振东结婚了，那时候年轻，看他长得高大帅气，追我的时候也温柔体贴，以为这就是爱情。结果结婚后才发现他也只有一张脸拿得出手，工作3天打鱼2天晒网，还要靠我代课和挣奖学金养他。没多久我怀孕了，他抱着我哭，说孩子来的不是时候，他还没做好准备，让我去打掉。那次之后我再也没有怀过孕，现在他却拿这件事来骂我拿捏我，只恨自己识人不清，上辈子没有早点看清他的真面目。我去你的吧，男人靠得住，母猪都要上树，怀孕是我一个人的事吗？
我看是你不行吧，不是个真男人。我彻底死心，走进书房，给微信那头发去刘振东的照片和成交2字。第2天早上，不用上班的我睡了个大懒觉。婆婆看到我，马上来劲了。哎呦，我这天天做家务，忙里忙外的，腰痛又犯了。陈丹丹，你来把这地拖了，要拖3遍，玻璃窗也要擦3遍，还有我和振东的衣服都要手洗。上辈子也是这样。我当时觉得自己不上班，多做点家务无所谓，却让他们把我当成了任人拿捏的包子，让我做的事情越来越多，越来越过分。刘振东甚至把他几个哥们的衣服都拿回来让我洗，向他们炫耀自己家庭地位高，老婆听话。现在作为一个孝顺的儿媳，我要首先关心婆婆的身体。啊，妈，你生病了，我送你去医院吧。婆婆吸取了教训，死活不去，说就在家里躺着休息休息就好。我怎么能看着婆婆生病不管呢？直接给她请了小区的知名郎中上门看诊。前世婆婆吵着要找她看病，因为她听说这个郎中把瘫痪20几年的老大爷医得能跑能跳了，把生下来就眼瞎的人医得重见光明了，把80岁老太医的年轻20岁了。我看过法制新闻报道类似的事情，其实是老套的江湖骗术，但很多老年人被骗，花了钱还伤了身，就极力阻止婆婆，结果婆婆彻底恨上我。刘振东也骂我不孝顺父母，没良心，老人病了都不让看医生。这次我洗心革面，帮她实现愿望。婆婆本来装病嚷嚷着不愿意看医生，一见到这位传说中的神医就安静下来了，说让郎中给她好好诊治，她也要再年轻个20-30岁。郎中说自己是9代家传中医，会的都是绝世神技，让婆婆放心。然后他拿出一块碎瓷片，在婆婆腰上划拉出2道长长的口子，说要放掉引起腰痛的毒血，痛得婆婆惨叫一声晕了过去。我急得又揪耳朵又掐人中，终于把她弄醒。晕过去就感受不到神医的精湛医术了。接着神医又拿出一把生锈的针，插在婆婆的头上、肩上和腰上。婆婆被扎成了刺猬，坐着纹丝不动，生怕一不小心被针刺穿了脑袋。神医说那些针都是祖宗传下来的，带着历史的印记，其实不用跟我解释，我又不在乎。经过神医的一番精心医治，当晚婆婆就感染炎症，发高烧，卧床不起了，也再没有力气给我安排各种家务。刘振东喝得烂醉，大半夜才回来，趾高气扬的叫我对他放尊重点，他要发达，要做大老板了。说完就像死猪一样躺在了地板上。我淡定地绕过他，回书房继续看书充电。被公司开除是假的，上次中标后，我用1个星期安排好各项工作，接着一次性把这几年没有休的年假全请了，就是为了重复前世的轨迹，看我失业后他们会怎样对我，再决定下一步行动。结果并没有出乎我的预料，烂人还是烂人，没有任何值得留恋的。第2天早上，刘振东酒醒后发现他妈生病了，气冲冲地质问我为什么没有好好照顾他妈，没有送去医院。我用他说的话反驳：你不是说了自己是一家之主，让我什么都听你的吗？一家之主没发话，我怎么敢送去医院？刘振东见惯了我忍气吞声的样子，还想扑我。陈丹丹看在几年的夫妻情分上，马上跪下来向我和我妈道歉，我就原谅你，不然的话，你一个30多岁的黄脸婆，离了婚可就找不到我这么优质的男人了。我呸，还跪下来给你道歉，当现在还是清朝啊？你1个月4500，
还不够自己抽烟喝酒打牌的。优质男的门槛这么低吗？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了，你可别后悔。我遇到贵人，要给我投资建厂，让我当总经理。你要是诚心悔过，伺候好我和我妈，我就保留你的名分，每个月给你800块零花钱。看来那位富婆姐姐出手了，够迅速的。我暗暗窃喜，面上却一副不信的样子，吹牛不打草稿。你要是能做总经理，我还是董事长呢。刘振东正膨胀着，受不了被我顶撞质疑。好啊，你有种，离婚必须离。陈丹丹，别怪我没给你机会，离就离，谁怕谁？我等的就是这句话。如果我突然提离婚的话，他一定会怀疑，而且不利于我争取财产。之前我收入比他高得多，但是要算作婚内财产，两人平分的话，太便宜他了，必须让他成为过错方。而且他是着急离婚那一个，才能更好地保护我的存款。重生以来，我一直在想办法，直到电线杆上一张重金求子的广告给了我灵感。刘振东要学历没学历，要能力没能力，只有一张脸还拿得出手。现在还跟20来岁时一样帅气逼人，身高也有1.8米，不然当初我也不会不管不顾地嫁给他。我在网站上搜索了几天，找到一个很合适的富婆。她丧偶10来年了，现在有钱有闲，就喜欢找年轻弟弟玩，不谈感情只干事。我对她说，我只要有刘振东出轨的证据，然后尽快离婚。富婆姐姐不愧是在商场上杀伐果断的女强人，马上就给我了一套完整的计划，包括她如何出现，如何许诺投资吸引刘振东等等。果然，刘振东上当了。孝子刘振东要送婆婆去医院，却被婆婆拒绝了。婆婆不承认自己更严重了。她说神医说的身体发烫，说明在长新细胞，等几天新细胞长好了，她就能年轻20岁。她还让刘振东把神医再请过来，说多扎几次针，效果更好。神医收费不便宜，一次8888元。但刘振东马上就要有钱了，乐意当冤大头。他直接给神医1沓现金，嘱咐他好好给他妈治疗，说效果好可以加钱。神医两眼冒光，点头哈腰的连连保证一定照顾好他妈。原先那副世外高人的样子荡然无存。然后刘振东急匆匆地离开家，去谈投资建厂的事了，约我下午3点民政局见。我也出门去找房产中介租房子。3点整，我卡着点到达民政局门口，刘振东还没到。快4点了，一辆显眼的豹纹法拉利跑车停在我面前。刘振东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从车上下来，他不屑地上下打量我。陈丹丹，看到没？爷们是开跑车的人了，离了婚你只能坐在自行车上哭。我本来懒得理他，但戏还得演下去。老娘我坐地铁，笑着看你堵在路上。民政局的工作人员例行问我们考虑好没有，然后问财产分割协商情况。刘振东飞快地回答：1人1半。富婆姐姐已经拿几千万吊着他了，他还要贪我的钱。幸亏我早有准备，拿出富婆姐姐发给我的照片，实锤刘振东婚内出轨，属于重大过错，要求判他净身出户。刘振东以为自己做得很隐秘，实际上他和富婆姐姐的每一次见面，富婆姐姐都给我发了照片，我见证了他们的每一步进展。看到他跪舔富婆姐姐的丑恶嘴脸，也更加庆幸自己的决定。就几张照片，谁知道真假？一定是 P 的。刘振东还想狡辩，这时手机响了，他看到号码，走到离我们很远的地方才接起来。过了几分钟，
刘振东红光满面的回来，他说：“算了，你一个黄脸婆，离了我也没有人要，钱就给你吧，就当做慈善了。”话说的难听，我却没有再反驳，抓紧时间让他签字，到手的钱才是实在的。拿到离婚证的那一刻，我忍不住大声笑起来。两世为人，终于顺利摆脱了这对奇葩的母子，以后的日子就是新生。我在公司附近租了个拎包入住的公寓，添置了些装饰画、鲜花和绿植，将小房子布置得温馨舒适，给自己买了很多应季的品牌时装，然后办了健身卡和美容卡，以后不用伺候一家人吃喝，所有时间都是自己的，只为了取悦自己而活。休假回公司上班的时候，老板把我带到了新办公室，在同事们的掌声中正式宣布我任副总经理的消息。坐在新办公室的按摩椅上，我感慨万千，只有我自己知道，为了这一天，我努力了多久，也只有我自己知道曾经失去过，现在有多珍惜。所以撸起袖子，迅速开启沉浸式工作。下班后，我要么去健身房跳操，要么去美容院护肤，日子过得充实而快乐。朋友圈里，刘振东高调地秀着富婆姐姐带他去的高档会所、酒店，还有给他买的名牌手机、打火机、皮带等。配文：现在才知道以前30年都白活了，感谢亲爱的你，让我少奋斗20年。姐姐说，这些不值钱的小东西拿去玩。他的哥们纷纷点赞，表示羡慕嫉妒恨，让他介绍资源。刘振东回复他们：首先你得有个帅气的脸蛋和身材。看来他把富婆姐姐伺候得挺舒服的，也渐渐享受起了这样不劳而获的快感，把本来就不多的自尊抛之脑后，越来越不要脸了。再次见到刘振东是在公司楼下，他穿着皱巴巴的衣服，脸色疲惫不堪，看起来像老了10多岁。保安不让他进来，他站在大门口与保安争执：我老婆是你们这儿的项目经理，叫陈丹丹，不信你打电话问。保安怀疑的上下打量他：你这样的骗子我见多了，我们这儿根本没有姓陈的项目经理，我们公司的家属都是光鲜体面的，骗人也不说花钱买件好点的衣服，你连我这个保安都不如。再说了，你要找人可以打电话让他下来接你呀。这个保安是新来的，他来的时候我就已经是副总经理了，平时都叫我陈总，不知道名字。小李做得对，就是不能随便放人进来，我们公司还是有很多机密的。我走过去，对小李的敬业点赞。刘振东听到我的声音，抬头四处张望，过了好一会儿才认出我来，痴痴地说：丹丹，老婆，你变漂亮了。我抬手打断他：刘振东，我们早就没关系了，不要乱攀亲戚。刘振东拉住我：老婆，我错了，当初离婚也是一时冲动，我后悔了。这些天我一直在想你，没有你我过不下去，求求你原谅我吧。我掏出手机，翻出他的朋友圈，我看你过得比谁都好啊，不是在会所打高尔夫，就是在5星级酒店吃下午茶。刘振东看到照片竟然哭了出来：老婆，我遇到骗子了，是那个骗子，那个老毒妇忽悠我离婚的。他说要给我投资建厂，把他的产业交给我管理的。我本来舍不得你的，但是他太有钱了呀，一个大男人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样子，着实难堪，而且还不思悔改，把错误都推到别人身上。刘振东，是那个人拿刀架在脖子上逼着你离婚的吗？人家不过展示了几辆豪车和几栋别墅，你就迫不及待地扑上去，喊一个50岁的女人宝宝，要给她提包，给她按摩，
然后就按到床上去了。刘振东抹着眼泪，还想狡辩。听到这里，震惊地看着我：“你怎么知道？你跟踪我？不对，跟踪也不会知道的这么详细。”我不理他，继续说道：“你后悔什么？是后悔没有早点抛弃自尊，走上软饭男这条路吧？可惜人家玩腻了，不要你了，甚至连送你的礼物都只是几千块的小玩意儿，不能变现。现在联系不到他，慌了吧？没有，老婆，我只是跟他玩玩，没有付出感情。我是看你失业了，想多赚点钱回来，咱们存钱养小宝宝。老婆，我只爱你一个，我们从谈恋爱到现在10年了呀。”刘振东脸皮变老了，也越来越厚了，撒起谎来脸不红心不跳的。要不是我有上辈子的教训，还真有可能被他忽悠住。刘振东，我就是一个不下蛋的黄脸婆，你可是优质男，离了我什么样的女人找不到？别来纠缠我了。小李，他跟我没关系了，再不走就报警。说完，我转身离开。又过了一段时间，我在新闻上看到了钱婆婆刘振东他妈，她作为受害人出现在视频里，哭天抹泪的让那个神医还钱赔偿损失。原来那个神医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子，一天医术都没学过，只是在电视上学了些中医看病的样子，然后靠着自身不错的长相装成世外高人，骗了很多老年人，主要是老年妇女。他能说会道，又对那些寡居的老太太温柔体贴，把他们哄得服服帖帖的。有钱的使劲花钱买药，没钱的借钱贷款也要找他看病。他的药也是假药，都是白萝卜、面粉之类的，吃不死人，也治不好病。后来刘振东联系不上富婆，自己原本的工作也在傍上富婆后就辞职了，整天窝在家里唉声叹气。他自己的钱用完了，想找婆婆拿钱买烟，婆婆说没钱了。他不信，因为婆婆有养老金，每个月好几千，之前从来没有拿出来用过，都存在卡上的。他拿卡去取钱，婆婆伸手去抢，他不给，婆婆摔倒在地上，他还是匆匆出门去了。回来后，他生气地把余额为0的卡甩在婆婆脸上，质问她钱去哪儿了。婆婆见瞒不住了，才坦白说都用来治病了。刘振东脸都绿了，5万多块呀，你全给那个小郎中了？你是觉得自己不用吃不用喝了吗？这才几天就花了那么多钱，他给你吃的仙丹啊！滚去把钱给我要回来！钱当然是要不回来的。刘振东只能破罐子破摔地报了警。警察组织所有受害者到医院体检，看有没有后遗症。刘振东他妈不幸查出了白血病晚期，他不愿接受现实。医生，你再仔细看看，是不是查错了？我身体好得很，连头痛都没有，之前说不舒服都是假的，是我装的呀。医生见多了这样的病人，只劝他调整好心态，安心准备接受治疗。刘振东破防了，让你整天装病，现在真得病了吧？钱花光了，媳妇也没有了，我看你怎么办？反正我是没有办法，我连自己都养不活。1年后，我拿到了项目第1期的奖金50万元，正好作为首付将租的房子买了下来。我养的多肉们都饱满圆润，可爱，茉莉花纯白圣洁，清香悠远。他们和我都喜欢上了这个家，干脆就留下来不走了。换上刚到的定制礼服长裙，画上精致的淡妆，我来到公司庆功会现场。一进门，大家纷纷转头看向我，众人瞩目中，香港分公司总经理赵晨玉走来，伸出手，单膝跪地：“美丽优雅的陈小姐，能给我个荣幸，今晚充当你的男伴吗？”我仪态大方地伸出手：“当然可以。”
谢谢你的邀请。随后，我挽着赵晨玉的手走进大厅中央，加入跳舞的人群，伴着舒缓的音乐节奏慢慢摇晃。跳舞是我最近新培养的爱好，今天第一次正式跳。之前每天下班去培训班学习，教练说我有天赋，身体条件好，我也爱上了这种自由舞动的感觉。一曲终了，赵晨玉还不愿放我离开，拉着我跳了一曲又一曲，直到我露出疲惫的神情，才陪着我回到座位上。后来又来了几位男士邀我跳舞，我还没说话，赵晨玉就以我跳累了，要休息为由拒绝了。我摇晃着酒杯，轻笑着看着他：“赵总，这是什么意思？”他坚定地与我对视：“你太美丽，我舍不得让别的男人接近你，是想独占你，也让你独占的意思。陈小姐，我想做你的男人，可以吗？”我举起杯，与他的酒杯轻轻碰了一下。今晚先试一试，我再看要不要考虑。然后他拉着我去了酒店客房，关上门开始试用期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